景象，谁眷恋着谁不肯放，就是妖郎。都市黄蜂都小强，打散了长盘的鸳鸯，看谁猖狂。红尘里醉这一场，管他有多少忧伤不肯遗忘，只能飘荡，看穿你那些伪装，听你说美好的谎，给我的糖都是砒霜。绽放的欲望，画出伤，沉溺着幻想，要遗忘。哎，你能别来回走了吗？我头都晕了。你不是去法庭吗？我这不等头了吗？本来说一块儿去，结果人没了。可能有什么事儿吧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一下。啊？你去哪儿？首先，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我的前夫周恒与楚惠子曾是情人关系。或许有人记得，2个月前，《京报》曾拍到了楚惠子与人私会的照片，当时曾引起了一场轰动。但那张照片只拍到了楚惠子的脸，男方只有一个背影。事后，我找到了拍摄那张照片的记者，他其实拍到了正脸，只是迫于压力，报社不敢放出来。这里是剩下的照片。就算这些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暧昧关系，也不能证明杀人者就是周恒。楚惠子被杀当日，周恒说去打牌，但他并没有参加朋友的牌局。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我有证人。韩特人。我可以证明周先生收买了朱嫂，我亲耳听到的。胡说！你才被收买了呢！你污蔑我！安静。今日周恒也在现场吧？真是没想到，我的妻子会在这样的场合对我做出这样的污蔑。确实，我承认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。可你不该这么做啊，有意，你是知道的，这样的污蔑足以毁了我。你为了别人，真的一点都不念及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了吗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事实。好，那我来告诉你什么是事实。事实就是，你的这位朋友，他身份有异，来历不明，本身就是2起凶杀案的嫌疑犯。
你知道了我和楚小姐的事，就雇佣她来替你杀人。你还在现场装腔作势，掩护她离开，并引导警察厅说凶手是个男人，好替自己脱罪。你胡说！别急，我还没说完。你控告我对婚姻不忠，这是事实，但却不是事实的全部。真相是出轨并不是我单方面的。以前为了维护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你半句不是。你和大公报记者谢一范的那些龌龊事，怎么还不承认吗？请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事。这并不是无关的事。半个月前，谢一范中枪，许小姐怀疑是我拈酸吃醋买凶杀人，所以为了报复，才编造了今天的这些谎话。过去的朝朝暮暮犹在眼前。六爷，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但在我心里面还存着一份情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啊？周恒，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。各位，想必你们听说过很多版本作家许攸宜的故事。好，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你们不知道的版本吧。我与我的妻子相识时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很努力，才第一次得到了出版图书的机会。可惜啊，惨遭滑铁卢。签售会那天，一本书都没有卖出去，是我把她当日所有的图书都买了下来。我的妻子以前住在下支角的屏风胡同，她说，她讨厌胡同里的逼仄，于是，我斥重金买下了法租界的洋房，向她求婚。我的妻子说，她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知名女作家，做个人人心羡的才女。好，我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，支持她，包装她。后来渐渐的，她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上海滩的女作家，她想要自己的书籍名扬四海。所以，我打通了欧洲和日本文化界的所有通道。我周恒这些年做的事都是为了许小姐的梦想服务啊。可许小姐，你是如何回报我的呢？我已经忍了，已经默许她的存在，已经假装看不见。那是因为我爱你呀。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对你千般好，万般好。可你成名后呢？开始流连于帕里莫、大上海舞厅，你经常去锦华饭店那样的地方开各种夜宴，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。你有众多的裙下之臣，而我呢？我周恒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错事，就是帮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祝你拿到了所有荣誉，不肯痛快的退场，不肯再放纵你去追寻你所谓的爱情。许攸宜，你这么污蔑我，良心何在啊？说的可真动情啊！我差点就要信了。法官阁下，请允许我请出最后一位证人。对。上海警务厅第3侦查组探长江斌请求法官接纳新的证人。在这。
备好问题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请问里面发生了什么？他是凶手吗？你是怎么出来的？真的有上海滩权贵是你的保护伞吗？请回答我的问题。是谁你杀的？请回答我的问题，许小姐。真的有上海滩的权贵是他的保护伞吗？他是怎么出来的？请问许小姐，许小姐，请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快说两句吧。还差点，再吸，吸气，再吸点，哇，好了，哎呀，我的裙子，你胖了？我没有，这衣服本来就很难穿。你肚子大了。别瞎说，我宝宝也苗条得很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做饭去了。昨天的红烧肉很好吃，我今天还想吃。我看你买了鱼，我恶心，我不想喝鱼汤了，我想吃辣的，我们做水煮鱼啊。好了，许小姐，江探长，严威呢？杀人去了。江探长啊，你干嘛老盯着我们微微不放啊？我知道杀人犯是谁了，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。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，是不是好运气？对了，明天一早，朱红的案子就要开庭了。你作为证人，也要过去。这件事情，朱家上上下下使了不少力气，明天是一场恶仗。不想去。不想去？为什么呀？担忧你的前夫，他可是被你告上法庭的。江探长，我记得以前你是很客气、很绅士的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嘴巴这么毒了？如果有一个人整天和杀人犯住在一起，我当然不会客气。明天我来接你。不留下吃饭啊？他怕你毒死他，可以口。好运气，吃饭了。嫂子，王红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周恒出事了。
伯父，伯母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哎呀，伯母，小心！伯母，伯父，那个周恒想见他。让他进去吧。幼仪，你来了，坐。孩子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派去监视你的人说，你最近往医院跑得很勤。怎么，怀孕很辛苦？孕吐得厉害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见见你。我派人去跟你递话，说我想见你，可你一直都没有来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出此下策。现在你见到了，有点失望。你这个裙子不太合身啊，是胖了点吗？看起来你最近心情不错啊。啊，那个服务员啊，是白经济出面收买的，不是我。我还没有蠢到要自己亲自出马做这种事的地步。对啊，我撒谎的。你可以花钱找人做伪证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你早就知道我和楚惠子的事？不算很早。回去找你之前，我去见了楚惠子的母亲，在她那儿，我看到了这个。如果这样，我还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，那我就太笨了。我只是不明白。不明白？对，不明白。张婉、楚惠子，还有这个。真是个强盗啊！又蛮横，又贪婪。幼仪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会不明白呢？这是我们结婚那天，在我们即将迈入教堂，即将在众人面前宣誓结为夫妻，彼此承诺永远相爱、永远忠诚的时候，我在你的皮包里找到它。幼仪，你真的爱过我吗？你嫁给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金钱、地位，还是周家少奶奶所带来的光环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没有什么？没有骗我？还是没有骗你自己啊？你用了那么多花哨的手段和华丽的辞藻来包装你自己，日子久了，怕是连你自己都信了吧？承认吧，幼仪，你就是一个贪婪、狡诈、爱慕虚荣的女人。从我们相恋的那天起，你就在骗我，欺骗这段感情。所以不要大义凛然的声讨我，其实你跟我是一样的。不，我比你好一些，起码我爱你的心曾经是纯粹的。我没有，我早就把它扔了。撒谎！我真的没有。不要再骗我，一个字都不要。好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
就算你说的是对的，那么我问你，周浩，就凭这样，就是你作恶的理由吗？难道你认为这不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不忠是婚姻最大的罪行。可是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说出来，和我谈一谈？就算你直接和我分开，也好过你之后以爱之名做下的种种。你是在伤害我，你是在伤害别人，更是在伤害你自己，你懂不懂？不是别人做了初一你就一定要做15，及时止损，你明不明白？就算一切都是真的，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这也不是你出轨，甚至是杀人的理由。周航，别再自欺欺人了，都是借口罢了。你这种人，从出生开始就一路顺风顺水，受不得半点委屈。你说你爱我，可是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，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就给我判了死刑。这是爱吗？如果可以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。我早就知道的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真心想回到周家，你只不过是在找一个证据，找到一个将我推入地狱，将你的朋友救出升天的证据。但我还是抱了1/1000的期待，期待你眷她会继续做我的周太太。这不是爱吗？滚！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谢一帆那样男人靠不住。理想值钱吗？能当饭吃吗？来，吃点嘛，乖。你当真以为你是伤风感冒进的医院？哎，幼仪，昨天送你来医院的那2位先生是什么人啊？我听护士说，他们开着小汽车，好像很有钱的样子。我也不认识。哦，好吧。那我先去倒垃圾，顺便给你买午饭。想喝粥吗？嗯，谢谢你，阿婉。
这个你不要啦。嗯，也是，你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他就送了这么个值钱的东西给你。好好休息啊，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？是张婉，肯定是张婉用发卡陷害我。是要回去吗？算了，他不会相信的。走吧。周恒，我的丈夫，我们曾经彼此承诺，互相忠诚，陪伴一生。可如今忠诚不在了，那我们的婚姻基础也不在了。我不能这样，在心里埋下一根刺，然后说服自己，我很感谢你这4年带给我的一切美好，但我决定与你离婚。从此陌路，互不相欠。明天开庭，你就直接认罪，后边的事情交给我处理。至于许幼仪，你也不用再管了。她怀了我的孩子，还有6个月。我知道了。经过调查，杀死楚惠子的真凶就是周恒。周恒雇佣杀手白思尔，杀死了陈昌成，造成了死无对证的结果。之前，他曾命白思尔制造车祸，企图杀死自己的前妻许幼仪，差点造成许幼仪溺水身亡。还是他雇佣了白思尔枪击谢一范，造成谢一范先生重伤，现在还在医院。惠子跟我说，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。我跟她说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人家不会真心对她。可是她就是不信。现在她被骗了，最后还搭上了性命。我前后一共收了周先生700块，他答应事成之后再给我1000块。请问，你说的这个周先生，是不是周恒？是。我不认识他，钱不是他给我的，
钱是白经理给我的，他教我这样说的。他说如若我不这样说，他就把我儿子丢到黄浦江里去。请问，你说的这个白经理，是不是白色？对，就是他。犯人周恒，楚惠子是不是你杀害的？是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！哎，打我！有完没完？谁在里面？经本庭评议认为，犯人周恒过失杀人罪成立。安静。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鉴于犯人认罪状况良好，且主动承担赔偿之责，现判决如下：一律犯人周恒判处监禁10年。起床了。谢一帆下午4点的火车，你现在出门还来得及。他是你朋友，你让我去送算怎么回事？徐有仪，谢一帆住院了3个月，你就头个月去了几回，就再也没去过了。他可是因为你才受伤的。秀你！哎呀，烦死了！你干嘛非要我去送他呢？他那么大个人了，找不到火车站吗？他不会坐火车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不敢去见他。谁不敢见他？你怕被他看到你现在的丑样子。我丑？你胖了，你肚子也大了，你怕被他看到。我没有怕。你还喜欢他？我不喜欢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去送他？我不想去。你还是喜欢他呀？那你要喜欢他，你就跟他走呀。我不喜欢他了，我很早就不喜欢他啦。口是心非。友谊，燕威，我可到了啊！快点下来，走了。走了，不去。我数到10，你数到10000我也不去。1、2、3、4、
4、5，快点，快点！6、7、8、9，走啊！山水有尽，聚散有时，各位就送到这吧。也没法再送了，再送的话呀，就该跟你一块去北平了。没想到你这次沪上之行这么多灾多难，还好你福大命大，逢凶化吉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谢记者还没建功立业呢，怎能被宵小所害？哎，不求建功立业，现在国潮飘摇，动荡不安，我只求有此有用之身，能为国为民出上一把力。谢先生高义呀！走吧，保重。多谢你送我。路上注意安全。马上入秋了，北平天气冷，你要注意身体。建功立业固然重要，但是小命也是很要紧的。谨言慎行，闲事莫管。以后不要再碰到像我这样的麻烦了。刘烨，照顾好自己，记着，以后要是遇上什么麻烦，都可以来找我。你也保重。你要照顾好妈妈啊。走吧。多谢了。走，保重，保重。曾美好的过往都会记得，你纯真模样。你是故意的啊？你故意让他看见我这样，好让他对我彻底断了念想。阴险！你还说你不喜欢他？我就是不喜欢他呀！我不喜欢在意这些。我每天见楼下送牛奶的小胖，我都要化个全妆的。你今天也化妆了呀？1个多小时，我都看到了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胖了，我胖了7、8斤呢，我的脸都是肿的。我们以前是恋人关系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他不能觉得我丑，不能觉得我没有魅力。你懂不懂啊？你明不明白？头儿，你都让我盯着严威好几个月了，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呀？杀张婉跟真善的凶手会不会另有其人啊？喝口水吧。薇薇，我跟你说，结婚生子就是这个社会对女人最大的骗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可……
饿不饿啊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还有栗子粥，要不要来点？他说他饿了。来，吃点。思念蔓延的季，忍不住奔向你，没有说任何话语，只感受气息。那些年你在哪里？我的痛没人听，在深夜里埋进梦里，祈祷醒来可以忘记。镜中的我是你，辗转前世追寻的合体，也许擦肩时已没有记忆，但灵魂沾染着所有的过去。镜中的人远去，爱与恨留下了缝隙，就算此生不能缠在一起。前世追寻的合体，也许擦肩时已没有记忆，但灵魂沾染着所有的过去。镜中的人远去，爱与恨留下了缝隙，就算此生不能缠在一起，来世愿是你身旁。